迎回到九九的沙巴漫游频道，今天就给大家介绍一个我个人觉得比神山还要美的地方，就是可可山。前段时间大 YouTuber Money XYZ 的 Ray 有来过沙巴雅比游玩，这俩天鹅会自转公转了。自从看到 Money XYZ 的视频说他已经开始了半年全球旅居的生活之后，就立即邀请他来沙巴这边游山玩水，而且一定要带他来可可山，这个一般游客不会上来的地方。这个后山有一堆拍照打卡的景色的地方，叫做 Coco Heaven Resort。他撞那脑袋，他是那样走的话，这个角度要这样，他这样中的应该很帅。果然有经验的 YouTuber 就是不一样啊！你看这个拍摄出来的角度是不是就是特别的帅？每见一个前辈，我都觉得能在他们身上学到非常多的知识跟技巧。做视频博主其实是一个不断学习、不断成长的过程，也是一个非常奇妙和开心的过程。怎么做视频，怎么做博主，这些都不是学校会教的，全靠自学。所以我一直觉得，在 AI 时代，学历并不重要。而自主学习、自己找方向的能力，比一张文凭要重要多了。无论人类在学术上再优秀，也不可能比 AI 优秀；学得再深，也不可能有 AI 深。如果论纯粹的知识记忆、信息检索、特定模式下的计算和优化方面，人类几乎不可能超越强大的 AI 系统。AI 可以用不到1年的时间，快速学习并掌握人类几百年累积的知识。那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 AI 无法替代的核心人类能力，比如说价值观、同理心、深刻的理解、共情、与人际的连接、提出关键问题的能力，以跨领域的整合、价值观、伦理与责任感。而自主学习这一点呢，我觉得极其关键。在知识快速迭代、工具日新月异的时代，持续学习、自我驱动、快速适应、寻找并定义自己的方向的能力，比掌握任何一门静态的知识或技能都重要得多。其实我每年都会至少花几千甚至上万美元去买课，跟拿到结果的人学习。所以基本上你看到过的大 YouTuber 的课程我都有买，也加入了 Money XYZ 的社群。那从一开始我做 YouTube 的老 AI 频道，到现在的沙巴吃喝玩乐频道，都一直还保持着这个习惯。其实到了最后，学习并不是为了什么文凭，而是真的喜欢、热爱。OPPO 的那个，对，你从网上查查那个评价不错，真的可以有。除了拍照稍微差一点，但是买那个我不是拿那个拍照，我买那个就是当 pad。哎呦，太阳快出来了，现在能看清楚一些了。那瑞来了这么好的机会，我当然就是跟他交流怎么拍摄、怎么收音、怎么经营频道，未来的发展方向是什么。交流归交流，学习归学习，真正要执行起来是真的不容易。所以还有一点最重要的就是行动力。所以瑞在心脏出问题之后，果断的决定要全球旅居。其实真正能做到知行合一的人真的不多。行动力的重要性其实是藏在人类进化的密码里面的。原始人看到果子就必须马上摘，要不然就被野兽吃了。我们就在云里面，你看那个云。而现代社会里的野兽往往不是 deadline 就是竞争对手，或者是一场疾病，但是生存逻辑是没有变的。心里面老会说啊，明天再开始，下个月再开始的声音，要把它改成我怎么开始，我怎么迈出第一步。当第一个微小的行动完成时，你已经悄然改写了大脑底层代码。每一次肌肉的收缩都是对生命轨迹的修正。没有反应，有没有反应？就你就知道有没有游客喂。啊，就是没有。在台北，故宫那儿，你知道，只要一伸手，什么都没有啊，包在日本就来了，那样对吧？然后一伸手，那鱼就过来了。他可能认人不认那个粮食，就他知道这是要给他东西吃。哦，对，就养成这个条件反射。这边还有健身器材。是这种，就是那种，对，最简陋的。健身房没有健身房。这边一般来讲好像都不太配健身房，除了就是 residential 公寓会配之外。
可可山上面除了有 Coco Heaven Resort 之外呢，还有一家 Hillside Coco 咖啡厅，买一杯咖啡或者是茶就可以在这边坐一下午。这边的气温是常年在25度左右，在这边你完全感觉不到是在赤道附近的热带国家，而且它离市区才20多30分钟，打 Grab 就可以上可可山。这边也有滑翔伞、ATV、露营。我们去的这天呢是稍微有点阴天，所以景色还不算是最美的。这边几乎没有什么游客，因为绝大多数的游客都会选择更远但是更出名的神山。上神山要2个多小时，所以我们也不是说经常去神山，但是可可山是我们经常会来的地方。这边旅游大巴上不来，所以平时你在这边基本上是看不到任何游客，真的是一个世外桃源的感觉。Hillside Coco 的下面种了一堆的火龙果树，有时候你还能看到他们的咖啡厅里面有卖火龙果。其实在雅比附近看日落的地方的选择非常的多，除了丹戎雅路啊，还有 Sutra Harbor、Shangri-La、Pacific Sutra 12楼的 Sky Bar 之外呢，在可可山上面也是可以看到很美的日落的。在山上看日落和在海边看日落又是完全不一样的体验。像一条狗，看可开心了。对啊，自由自在的。这边的狗我觉得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狗了。那从美国搬到沙巴，我觉得就有你看到这只狗的感觉，就突然之间变得好轻松好自在。其实在欧美国家生活呢，最后几年都感觉是一只小老鼠在一个圆的笼子里面不停地跑不停地转。如果你自己不主动跳出来看看外面的世界呢，就永远在原地打转。而且像欧美国家啊，因为人工贵，几乎什么东西都要靠自己，不像在亚洲国家，你请工人做事很方便也很便宜。那边待久了就是有点孤立无援的这种状态。那我们之前其实都有算过，一个月的支出啊，在美国的支出是$15,000左右吧，到$20,000都是常态了。就算你赚再多钱，也扛不住各种税啊、保险啊、水电煤气啊，就连最基本的这个食物的价格，在近几年也是水涨船高，通货膨胀肉眼可见的离谱。但是美国官方的通膨数字却一直都维持在3%左右。到最后我都怀疑，我是眼瞎了呢，还是我太奢侈了呢，还是我们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由于瑞生病之后呢，对吃非常讲究，白米白面之类他几乎都不碰，需要新鲜的农场蔬菜，还有优质的蛋白质。于是我就带他来到了神奇的 Signal Hill Eco Farm。大家来评判一下，你能不能解释之后发生的这些事情？我是解释不了啊。OK， 你看啊，这个东西 ，OK， 我就可以拿走了，啊，老板有气功啊？没有，因为我们的身体比较强。2个。哦，2个都红了。喂，好神奇啊！我就把它拉出来了。所以你要喝这个水。哇！把你的身体那个离子那个细胞，一直调理，有气你才可以把它运成。你吃药是不行的，是吧？心脏病你用过一次，它以后也是会有来。对。来到沙巴要买土特产的话呢，可以考虑来老板的 Signal Hill Eco Farm。老板本人就是一个食疗癌症康复者，靠吃自己农场里面种的菜恢复健康的。他也种了很多菜来帮助其他人，有各种植物做的粉。肝癌，叫做 apricot seed， 180多粒这边一粒就是1个籽，因为你不能够吃那个子弹苦。这个我是给癌症的人。哇，那像我们今天喝的这个 Pale 这个 juice 是直接拿那个新鲜的榨的，还是拿这个粉去兑？拿这个粉？没有，拿这新鲜的。这个是那种在家很远啊，他不能够做啊。对，老板的这个黑蒜很好吃，这个有能量的哦。这个我就带不了了，我就带这个。对，你这个只能带干的，湿的怕给收了。沙巴也是马来西亚的一个农业大洲，这边除了各种蔬菜水果之外呢，还生产可可果。可可所含的黄烷醇能够使血管放松舒张，
能够减低血压，预防血栓跟中风。这个是99.9的。对。哦，这样子一包有买1送1吗？没有，没有买1送1啊。1公斤的。哦，1公斤。我们有盒装也有，还有那个小袋子也有。那个盒装的不是买1送1吗？不是，那个是另外一个的。哦，那个是什么啊？那个不是99.9。但是他说那个是无糖黑巧克力，它那个浓度呢只有50%而已了。啊，50而已。OK， 只有这个。原因就是要到期的。哦，下个月4月。230。哦，这个很好。然后呢，第3个好吃是提拉米苏黑巧克力。哦，提拉米苏。那这边进来呢，就是免费试吃各种巧克力，而且请的都是帅哥美女。它这个黑巧克力不是那个黑巧克力啊，它这个是50%的。谢谢。谢谢，好吃，都很好吃。我觉得那个 yogurt 是最好吃的。yogurt 这个。对啊，我也很喜欢。yogurt 和这个。哦，提拉米苏。来，等一下，他刚才是 cheese。对 cheese 也好吃，那就是 cheese 的好吃。那瑞这次来的时间很短，所以我就是简单的带他去了几个他有可能有需求的地方。大家还推荐什么在沙巴的景点，记得在下面留言啊！别忘了点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这边就是田园生活，这边有好多鸭子，但是它会不会攻击我，我也不知道。好大一筐啊！